我叫李莫愁，古墓派的大弟子。江湖上的人都叫我赤练仙子，赤练是毒蛇，仙子，哼。谁见过浑身沾血的仙子？没有，所以这个名头打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只有绝了七情六欲，我师父上一代古墓派掌门，他教了我一身本事，也教了我一句狠话：不要动情，动情就是死。是猛兽，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我不信，那年我才10几岁，我凭什么不能动情？才伤了一辈子的心，所以你们两个一辈子都不准离开古墓。后来我知道师父说的全是对的，但晚了，什么都晚了。我第一个杀的人是谁？我已经不太记得了，可能是那个追杀我的乞丐，可能是那个骂我妖女的镖师。敢惹我，活该！哼！我只记得手一开始是抖的，后来不抖了，不但不抖，还稳得很。大哥，怎么这么多死尸？第一回杀人，心里堵得慌；第10回、第20回、第100回，你问我什么感觉？没感觉。这世道就是这样，不是你杀我，就是我杀你。讲道理的活不长。要去哪里玩呢？我这一生唯一讲过一次道理，就一次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那个人叫陆展元，庄子不大，我在江南某个镇子上，他请我吃包子，替我剥虾。正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如今你要往这边走，我也往这边走。他说：“莫愁，你莫要发愁，以后有我呢。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也恨了一辈子。啊？我知道我长得好看，在江南我为他攀出师门，为他跟全真教的老道们拔剑，为他得罪了武林正派所有人。要是再温柔一点就更好了，现在你太凶了。他那时候站我前头，替我挡刀，我以为这辈子就是他了，谁知道这世上最不经用的东西就是男人的承诺。后来他遇见何元君，那个女人温温软软的，说话细声细气，跟我不一样。自己的心愿更痛苦呢。他武功太高，我嗓门大，性子烈，杀人不眨眼。他怕我，他从来不敢说，可我后来全明白了，他怕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我自己。他跟何元君走的那天晚上，我提着剑追了一整夜，水边芦苇荡里，他把那方锦帕还给我。他说：“莫愁，这辈子算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3个字，就想把几年时光一笔勾销。”这么多年来，我以奉命为师。我没哭，一滴眼泪都没掉。水边的风很大，我攥着那方帕子，攥到指甲断了，血渗出来。锦帕上绣着的那句诗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生死相许。”我从那天起，日日念，日日念，念了这么多年，到如今我也没把它念明白。陆展元，你告诉我，
情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拿命去换，你都不肯回头看我一眼？后来我去找过他，不是去和好，是去杀他。你放开他！你看看这个女人，经历了10年的丰收，都老成什么样？我想了几个月，翻来覆去的想透了。我李莫愁这辈子最恨的不是他负了我，是我负了我自己，所以我得亲手把这个错给补上。我根本就不需要躲。可我到了陆家庄门口，看见他牵着何元军的手从后院出来，他瞧见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把那个女人护到身后。我忽然就不想杀他了，不是原谅，是觉得没意思。你给我把这个女人和你们的孽种给杀了，我就可以忘了过去10年来所受的痛苦，跟你重新厮守在一起，做一对。你那把还没出鞘的剑，他那双护着别人的手，多年以前也是这样，只不过他护着的是我。陆展元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谁站在你身边，你就护谁。我不一样，我只护一个人，护不住了，我就毁了他；毁不了他，我就毁了我自己。我离开陆家庄那天晚上，在客栈里一个人喝了半坛酒，没醉。我想起师父那句话，莫愁，你若出了古墓，便再也回不来了。师父说得对，回不去了。后来的日子，我杀的人越来越多，连我自己都数不清了。有个姓陈的镖师，他老婆跪在路边求我饶命，说家里还有3个孩子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当年那个跪在陆展元面前的自己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动了手。对不住，我李莫愁这辈子最不会的就是心软，心软过一次，搭进去的是一条命。江湖上的人怕我，小孩子听见李莫愁3个字就哭，正派的人把我当魔头，邪派的人把我当疯子。我谁的人都不是，我就是我，一条没人要的毒蛇。我养过一个徒弟，叫洪凌波，那丫头脑子笨，武功学得慢，但对我忠心。有一回，他替我挡了一剑，剑棒上的血直往外冒。我替他上药的时候，他问我：“师父，你杀过这么多人，不怕下地狱吗？”我说：“地狱，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地狱，活人的地狱。死了，说不定还解脱了。”凌波后来也死了，怎么死的？我杀的。你以后要是再说这么蠢的话，做这么蠢的事，我就杀了你，听见没有？哦，听见了。不是我想杀他，是他挡了我的路。我这辈子就学会了这一件事：谁挡我，谁就得死，不管你是谁。我最后一次去见陆展元，是他的坟前，何元君给他立的碑，碑上刻着“夫君陆展元之墓”，旁边还留了一个空位给他自己。
我站在碑前头，把那方锦帕扔在地上，风吹过来，帕子飘到坟头上，盖住了。你这个船上带着一个人但凡带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情为何物？我也不知道，到现在也不知道。我转过身往回走，走到坟地口的时候又站住了。我想说句什么，可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说对不起，我没错；说我还爱你，那是骗鬼，我自己都不信。陆展元，你欠我的这辈子还不完，我欠你的我也不还，就这样吧。后来我被困在绝情谷，身中情花毒，那些刺扎进皮肤的时候，我反而笑了。阿弥陀佛，情花毒害人不浅，情花，情花，多贴切的名字。我李莫愁这辈子栽在情字上，死在情花毒里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临死前，我看见一片火海，红色的，烧透了半边天。我在火里头走，没有回头。我这辈子最不屑的就是回头看，走过的路没一条是对的，回头干什么？有人问我，李莫愁，你怕吗？我说怕。我怕的不是死，是死了以后还要再见到陆展元。我怕他问我，莫愁，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难道我说我杀了很多人，疯了很多年，就因为你？说不出口，太丢人了。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，无论在哪儿，我一样快乐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和顾儿长相厮守。我这一生杀人如麻，作恶多端，长相厮守。不指望有人原谅，也不需要。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。我唯一遗憾的是师父临终前看我的那一眼，那一眼里头全是失望。他说，莫愁，你是我最疼的徒弟，也是我最怕的那个。师父怕的不是我武功太高，是怕我走错路。我走错了，一走就是几十年，回不了头。杀人了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够了。石美小龙女，她比我幸运，她遇见了杨波，那个傻小子不要命地护着她。我今天就让你们一起死！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当年站在断肠崖上的是我，陆展元会不会像杨过一样往下跳？原本天主打不会，我知道不会。这就叫咎由自取。对，所以我恨的不是陆展元，我恨的是这世上有人能等到那样的人，而我等不到。我叫李莫愁，赤练仙子李莫愁。江湖上的人说我是疯子，是魔头，是该下18层地狱的恶鬼。随便，反正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人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一个早就不在乎我了。没有资格杀我，要死也不会死在你们手上。陆展元，要是有来生，你别再做陆家庄的少爷，
我也不做古墓派的弟子。师姐，你先出来吧。我们就做2个普普通通的俗人，你挑水，我织布，吵吵闹闹过一辈子。这句话在我心里跟了好多年，从来没说出口，现在说了，你也听不见了。李莫愁，绝情谷中，情花丛里，恩怨两清，死也是一种解脱。若有来世，我不要再遇见你，也不要再爱上任何人。一个人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，挺好。李莫愁，到此为止。